共同创立了一个比较时尚的珠宝品牌。我们主要都是请一些比较年轻有为的国内设计师来为我们全新打造的。比如说这一款，大家最近都有看过《来自星星的你》吧？这个店呀，可是我未来的大嫂和她的堂姐一起成立的，你们可要多多支持哦。你哥是什么人物啊？子公司开幕还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吗？当然要多支持啦！只有这个品牌做起来了，他们才可以心无旁骛的结婚啊！快过来看一下吧。这里设计的还不错哎。整个都挺简单的。这里呢都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每一款的背后都有一个小故事。您可以向前拍。冯大哥。两位先生好，这位是今年的来的。火火，你怎么在这儿啊？来做设计助理，所以也不好事先跟你打招呼。你先忙。你认识王红？是啊，他是自己过来应聘的吗？是啊，他在国外是学珠宝设计的，刚回国，也没什么工作经验，这是他第一份工作。你怎么认识他？他爸可是上海市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家。看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更换合作银行了。你没认错吧？面试的时候他还特别拜托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在珠宝方面，他确实需要一个机会。不会吧？风尚品牌，简称 FS，这是我跟我堂姐一起创立的珠宝品牌。其实啊，珠宝的真正价值是体现在于这个宝石的原料，还有这个工艺的本身。啊，你看那些国外的珠宝品牌，对我们店里也有的，但是我们品牌打搅一下，不好意思啊。失陪了。我得去看一下。珊珊，你怎么把丽叔的订婚礼作为你的销售中心啊？小心他生气啊！哎，不会的，不会的，我送了他一对耳环，他说了金不掉，最好呢从这个月就开始还钱了。丽叔现在也当真起来了。不错嘛，突飞猛进，越来越好了。他也开始认识起来了。下次咱们逛街的时候，没有借口不买了啊！我这是赚钱的知识，不是花钱的习惯。我现在还负债。哎，我跟你说，珊珊，你看这……哎，吴太太。欢迎要是看到自己的女儿这么漂亮的出嫁，一定会非常的高兴。谢谢你今天让我以哥哥的身份把你嫁出冯家老宅。记住，我还有风月，永远都是你的家人。好兄弟，照顾好他。放心吧。丽叔，你一定要狠狠的、狠狠的幸福下去。一定会幸福的。珊珊，丽叔，祝你们幸福。如果郑琪欺负你的话，跟我们讲，我们帮你出气。珊珊，我知道你在祝福我。
快走吧。其实你还没有想过要怎么办我们的婚礼吧？没关系，还有1年的时间，慢慢想。我的确没有想过要办什么样的婚礼。你们家的婚礼也不是我能想得来的。那有不喜欢的吗？其实我不喜欢庭院婚礼，要配合天气，太没有安全感了。我也不喜欢气球拱门，既浪费钱又不环保。我也不太喜欢上新闻，但是我知道，你的世纪婚礼肯定众所皆知。所以，结论是？结论就是，没有结论，让我好好再想想吧。删除法是个好办法。删除法。不知不觉，我跟风腾之间的关系好像有了变化。我觉得自己不再像是他身边的挑菜工、小跟班，而是真正的女朋友。面对事情能一起讨论，一起解决，而风腾似乎也乐在其中。总之是好的变化。柳柳，这是我帮你买的早餐。谢谢啊。不过我平时不太吃早餐的。那怎么行？你工作一天那么辛苦，以后你每天的早餐都我帮你准备。真的不用了。还有，你应该叫我柳柳姐。你看着真的很年轻。呀，送早餐啊？这么好啊？有没有我的份儿啊？我先去工作了，早餐记得吃啊。这个王红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送早餐？你能不一大早就八卦吗？人家王红比我小5岁哎，当我是个姐姐而已。是吗？小5岁呢？哎呀，年龄不是问题，有爱就行啦。今天是月底结算了啊，你还不快去工作？哎呀，月底结算好吧，那我去月底结算了。爱心早餐。这50万呢，是风尚这2个月赚下来的钱，先还给你。经营店面需要现金，这个你们先留着。那怎么行呢？既然赚了钱，就得还给你啊！怎么，嫌这50万太少，看不上眼啊？等你什么时候赚足了100万，再跟我谈还钱的事。哎，对了，钱王说打电话来说有一个阿姨要回你们老家，要不要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啊？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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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如果下个月 FS 的业绩可以破100万，我给你带2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难追。啊，对了，我要去摆个工资。颜色挺好，就太肥了。哎，换一件。啊，这个肉太多了。啊，不行，我再去挑挑啊。走。珊珊啊，你到底要挑什么样的衣服啊？下个月初就是丰堂集团的年会了，风尚作为丰堂集团子公司之一，代表我有资格去参加。这次我志在必得最优雅女士。可是你不是一向对这样不切实际的头衔一点兴趣也没有吗？我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这是为了投资。你想啊，如果我拿得了最佳优雅女士奖，大家能不注意到我身上的珠宝吗？这可是推销风尚的绝佳机会。而且不用花1分钱去买平台登广告。原来是这样呀。对呀，多划算。颜色太重了，我再去挑挑。走。他不会走火入魔的吧？哎哥，珊珊还在里面呢。都准备了一下午了。不会吧？珊珊竟然花1下午的时间梳妆打扮呢？可不是嘛，你们都不知道吧？这一次我带珊珊去跳洋装，她特别的认真，她不停地问我哪件衣服更好看，不停地问我怎么样可以把首饰给推销出去。不会是你把人家逼太紧了，为了还债，她走火入魔了吧？不了解他吧？能让薛深深走火入魔的，只有……今天要不要竞争一下最优雅女士？当然了，而且分成伯爵名。这样我的礼服钱就赚回来了。成交。红红，溜溜，你怎么还没有回去啊？我等你啊。等我啊？对啊，我送你回家吧。哦，谢谢了，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回去。哎，溜溜。现在颁发的是最优雅女士奖，得奖的是薛珊珊。薛溜溜，你很可以。
2个月不见又傍上大款了。刘成浩，你终于出现了。你要还是个男人的话，就赶紧把那1000万还给封家。1000万，花了。这么短时间你就全花光了？哎，我尤成浩是个非常重视事业的男人，全投事业啊！要不是当时你去封腾那儿多嘴，那虚拟货币的负责人就是我了。我至于成现在这种地步吗？难道负责人不是你，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吗？我告诉你，你卷走了公司1000万，你是违法的。1000万我会再赚回来。行啊，石榴柳啊，这店规模不小呀，拿我爸那500万开的吧？你要干什么？我发现我拿走封腾那1000万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可是我爸这500万可不是给你用来开店的。尤成浩，把钱还给我，否则我就告你去。好啊。那我现在就报警，看警察先抓谁。报警？你个臭娘们，你还想报警？你放开我！报警？报什么警？你报警干什么？哎，你谁闪开？别管事！喂，柳柳，我在参加封腾年会呢。雪莎，你终于接电话了。你怎么啦？打这么多电话？刘成浩找上门来了。什么？哎，柳柳，你没事吧？我没事儿，没事，都是王红帮我挡下的。哦，小 case， 小 case。像尤成浩这种人，往往都是豁出去要钱不要命的。下次你们一定要报警，当然也要注意一点方法，不要硬着来，好吧？好，那你们先休息。辛苦了。我们走吧。好。啊，谢谢谢谢。尤成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我已经让严晴联系过律师了，这2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哦，不用，医生也说了，就休息几天，看看头还晕不晕。要是不晕，就可以出院了，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我想尤成浩一时半会儿也出不了公安局，你们2个忙了一晚上年会，都累坏了吧？快回去休息吧，我在这儿照顾王红就行了。啊，对，风大哥，你们就先回去吧，我真的好得很。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还想找机会跟柳柳独处，看样子是真喜欢柳柳啊。那好吧，那你们早点休息，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就行了。再说吧，行了，你们俩快回去吧。行，好好休息。你还站着干什么？快坐下。哦。你头还疼不疼啊？有一点。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柳柳吗？只是她看起来年纪太小，柳柳也一直拿这个当挡箭牌。不过据我观察，这个王红啊，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珊珊，从明天开始，你不要去上班了。为什么呀？珠宝店本来就有风险，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遇到坏人，你们2个怎么办？这次只是意外，我们店有保全系统的，你放心吧。如果遇到歹徒呢，大不了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总之不会起争执的。你们2个是女孩，如果他们要的不只是钱呢？风腾，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不会发生这种事儿。你太没有安全意识了。
我现在告诉你，那1000万不需要还了，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你不用去了。啊？不行不行不行，珠宝店不能因为尤成浩这个意外，就不继续下去了呀。珠宝店是因为1000万而开的，你听到我说了吗？你不需要去了。风腾，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珠宝旗舰店不光只是为了赚钱，它还承载着柳柳的梦想。柳柳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我不能因为尤成浩乱来，我就把他一个人丢下了呀，是不是？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还那1000万，你还是要经营珠宝店。啊，风腾的脸色这么臭，我能跟他说实话吗？那个，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啊。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你可以想，但这是我的决定。傅先生，早餐已准备好了。好，谢谢。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那个，昨天已经让王红和柳柳休息了，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那店怎么办啊？风腾，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看着柳柳一个人孤军奋战。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但是不要有店面，免得惹人耳目。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其实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想想，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都要面对这些危险，那要像你们风腾几百亿的集团，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火里去的这样走来的吧？虽然你很强大，我只是一介弱女子，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我都挺不过去的话，那我将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遇到尤成浩这样的意外，我就躲起来。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还是从精神层面，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对不对？薛深深啊，你真的是越来越有主见了。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这些连吹带捧的话哄你呢。虽然脸色不好，但是风腾也没有强硬的阻止我去店里，应该算是过关了吧？哈哈。两位大哥，今天珠宝店不营业，你们不用这样吧？啊？风先生交代，珠宝店24小时必须有保安人员。你找保镖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说连我都有贴身保镖的话，会不会有点太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你坚持要继续上班，我只能这么做。那你说珠宝店门口一下站2个保镖，这样会不会太吓人了？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是由你来负责。薛珊珊，在这个事情上没有商量。你说犯错的人是尤成浩，为什么我得被24小时监督啊？这不是监督，这是保护。封腾也太小题大做了吧？这尤成浩都被关押了，说这何必呢？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以往咱们封家的女人都低调，也就是逛街、聚会、聊天、喝茶，身边都是熟人。可这一次呢，珊珊跟柳柳一起创业，2个女孩子，啊，又是珠宝行业，怎么低调得起来？肯定得多个人保护，不是？哎，珊珊，我说你就听我哥的话吧。你说你现在出来压力又大，我们又担惊受怕的，风月，你要是来替封腾当说客的，就免了。无论如何，我都要还那1000万。我也不可能现在就丢下柳柳一个人辛苦经营呀。我知道你有骨气，但你知道我哥最在乎的是什么吗？是你的健康，你的安全。上一回你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哥人都急疯了啊！这一次那个王红脸上的伤，倒是在你的脸蛋上，我可不气死才怪呢。哎，我觉得你们这样不对啊。虽然你们俩的血型都很特殊，那你也不能把珊珊当成温室里的花朵养吧？做生意嘛，总会遇到一点这样那样的小麻烦。你别看我经营的是书店啊，我跟你说，我经常遇到那些没有素质的客人。如果我一遇到这种人，我就不做了。那你说我生意怎么做下去？丽树，你不帮我就算了，你还在这敲边鼓。哦，风月，你放心，我又不是永远都待在珠宝店，只是我眼前放不下。我总想着要还那1000万，以后你们就叫我1000万好了。如果保镖能让封腾安心，那好吧，那有保镖就是了。哎，我说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你倔起来，真的跟我哥是一模一样。风月，品若，丽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听说你前阵子结婚了，怎么都没有邀请我呢？啊，我是在美国结的婚，在国内只办了亲友订婚席，所以没有邀请你。我都忘了介绍了，这位是封腾的女朋友薛珊珊小姐。嗨，你好。你好，封腾现在还好吗？哦，很好。哎，品若，你到这里来做什么呀？哦，对，这是一个时尚杂志的记者王鑫，我们刚刚采访完。风尚珠宝，是我们的产品。听说丰腾集团最近出了一个珠宝品牌，看来是真的。这个风尚珠宝呢，是珊珊跟她的堂姐一起经营的。哦，难怪。他们家有几款珠宝都很前卫，你们有接触过吗？那就要看薛小姐有没有兴趣给我们广告喽。当然有啦，我们珠宝有很多设计都是大师级的设计师设计的，而且背后还有很多感人的小故事。这是我的名片，欢迎你们杂志来采访。哦，好的，一定一定。哎呀，王品若代言的东西还真不少哎。
不过真的好像没有珠宝啊。哎，风月，如果请王品若做代言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呀？说呀。什么时候封家饭桌上可以玩手机了？哎，我是真的很想请王品若做代言，她现在具有国际知名度，如果她愿意为我们的珠宝做代言的话，那我们的品牌就可以向国际迈进一大步。珊珊，你可以的，我哥都不让你去工作了，哎，你居然还要追着他的前女友代言，你疯了！哎呀，这风腾脸一板啊，连郑琦都不敢说话。你说你有没有点眼睛劲儿？好了，我知道了，回头我就跟他好好说说。你别说了，我求你了。依我看啊，你就不要去店里了，柳柳那边你也跟他交代一下就好了。哎呀，不行不行，至少今年还完钱之前，我绝对不会离开的。哎，风月，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上王品若呀？如果能请他来代言的话，搞不好我能尽快的还钱。哎，你真的打算找王品若来代言啊？她是风腾的前女友哎。我知道，但是我只是请他代言，又不是请他来家里玩儿。徐珊珊，你真的假的？你怎么那么单纯呢？哎，我跟你说啊，这个王品若呢，她可不是我。我之前喜欢风腾是因为我一厢情愿，但是这个王品若跟风腾可是实实在在交往过的，对吧？像这种女人能走到今天，绝对不是胸大无脑的，这躲都躲不及，你还把她往前面凑。哎，我相信风腾。我哥听了这话，不知该哭呢，还是该笑啊？反正我是快哭了。他肯定会笑的。今天周日，我不用上班了，开心不？既然今天这么特别，想要干嘛？我想赖在家里，可以吗？正合我意。对不起，接个电话。喂。时尚杂志啊。要做专访。对对对，我们店的总负责人是薛柳柳。那下周3可以吗？我来安排一下。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好吧？谢谢谢谢谢谢，拜拜。时尚杂志要采访柳柳。你确定要找王品若代言？是啊。您好，我是王品若的经纪人，王品若同意代言，具体的细节我们面谈。王品若的经纪人回复我了，王品若已经答应做我们风尚珠宝的代言人了。他的经纪人给了你回复，但是他本人给我发了短信。薛珊珊，你是太天真，还是你想考验我？都不是啦，我只是想用一个最好的方法来帮助风尚珠宝。而且，你不是说过，不要看你说了什么，要看你做了什么。现在，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而且我是100%的相信你，所以才敢这么做的。
好像听你这么一说，我不同意反而是我的错了。王品若代言肯定给品牌带来加成效果，这次我一定要卯足全力，让这件事成型。要我接受采访？是啊，时尚杂志都已经规划好了，要给你跟王品若做一篇专访，然后专门陈述一下咱们珠宝每个系列的小故事。这不行吧？为什么不行？这些设计师都是你找的，当初自然也是因为你心里有想法，他们才会答应。而且杂志媒体又不是电子媒体，你所说的到时候都会变成文字，你也不用担心，你会说的坑坑巴巴。你是不是该去拿设计师的图了？哦，我这就去。我们今天会就到这儿，散会吧，赶紧去忙。珊珊，跟尤承浩的那场恋爱，真的把我给谈怕了。起初我心里一直就想着还钱，也从来心里一直都在抱怨。我一直都在抱怨，你说命运怎么那么捉弄我呀？虽然我是我妈领养来的孩子，但也不至于这么悲惨吧？我当时利用尤承浩来到上海，利用他摆脱我妈。我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可是我还是上路了。后来又捅了一个1000万的大篓子，这真不能怪别人，都怪我自作自受。现在我不抱怨了，因为有因有果，所以我就想赶紧结束这个错误的路，走好我自己的每一步，重新开始我的新一条路。所以你以后别跟我再说什么谈恋爱、交男朋友的事儿了啊！要谈也得等你跟风腾开开心心结婚以后才行。柳柳，能够跟你一起创业，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仔细想想，这段时间可能是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就在我人生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之前，能够有这种机会，感觉很棒。那我们就什么都不要想了，一起加油吧！加油吧！加油！商人做什么事儿都很认真，但是我就是不习惯他对除了我以外的事情认真。我说你呀，这是当老板当惯了，就喜欢所有人围着你屁股后面转。对你100%投入，这是病。有志，有默契。你说珊珊吧，啊，是个有责任感的人，对你又信任，虽然有些心思没放在你身上，那又怎么样呢？你看我们家丽叔，对所有人都特别大方，唯独对我盯得紧紧的。哎呀，偏偏他那个书店的事业对他来说，那简直是游刃有余，完全转移不了他的注意力。哎，电话都来了。喂，宝贝儿。啊，刚打完。当然跟你一起吃晚饭了。行，晚上见啊。哎，拜拜。哥们儿，我先撤了。哎，我们这个月的利润应该有200万哦。所以下个月初，我跟柳柳决定再还你100万，这样的话，我们就总共还了你450万。真难得，你居然想留100万在身边。没有，绝对没有的，那个钱是要付给王品若代言费的。现在只要找明星代言，价格不菲了吧？值吗？值得啊，当然值得了。王品若的配合度很高，我们已经规划好，马上就要进摄影棚拍照了，而且下个月他跟柳柳的专访也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至少有2家高档百货公司知道王品若要代言，主动邀请我们社柜呢。
不过王品若拍广告，倒是有个希望。希望？他希望你能去探班。轩轩，你这个表情很奇怪。很奇怪，有吗？也好，刚好我们很久没见了。真的吗？那下星期五下午3点，我让琳达把行程摆上。轩轩，你要这么开心吗？我为什么不开心啊？这个鸡汤不好喝，吃饱了。我真的是来陪你喝鸡汤的。你说怎么办呀？如果封腾不来的话，王品若会不会不拍呀？真是受不了你啊！我还怕封腾来了，他们俩旧情复燃呢。你倒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好派了朋友来顶场。这话说的，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王品若吗？我也不否认啊。辛小姐，那边有事情需要你过去确认一下。好。封腾来了。封腾，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现在是大老板喽。大明星，多谢你帮忙。It's okay， 就算无偿代言也是应该的。封腾，你来了。王小姐这次真的很帮忙。王小姐，我未婚夫绝对不会让你无偿代言的。钱当然是要朋友赚才是嘛。生意归生意。有交情，尤其要重金礼聘才对呀。有未婚夫？我忘记跟你说了，我们快结婚了。对，她是我未婚妻。未婚妻。汪腾先生，所以你划足时尚界就是因为你未婚妻了？原来风尚的财务长就是风先生您的未婚妻啊！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既然快入时尚界，是不是请你们接受我们专访呢？我们也想要求你接受专访呢，可以吗？不好意思各位，风尚是由我未婚妻还有她堂姐共同打理，我从来不插手，所以不能够接受你们的访问。那让我们把今天所有的焦点放在王小姐身上，抱歉，失陪。各位，不好意思啊，我们的拍摄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有需要跟王品若小姐拍照的话，请赶紧就位吧。王小姐，等下拍完可以给我5分钟吗？品若，我们想用你佩戴风尚珠宝的形象给我们杂志做封面，可以吗？ Welcome is your welcome. Please contact my manager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Thank you. 谢谢谢谢。品若，请。好，各位助理请吧。好，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这珊珊，你真的长大了。我看我哥跟珊珊啊，真的是绝配。一个呢喜欢捉弄人，一个又傻乎乎的，每次被捉弄完了还在状况之外，神来一笔啊，让我的哥啊真是乐得不行。哎呀，你说能把工作泰然自若地完成，还能让王品若把这个广告拍完，我看也只有珊珊了。换了我可不行。其实磨练真的是可以让人成长，但是呢，我就担心珊珊的事业心被磨出来。我可希望我以后的大嫂啊，是可以全心全意照顾我哥的。啊，我还不知道你不就是想找一个陪你喝咖啡、逛街的人？哎，正好我今天也不用去书店，我陪你逛逛吧。我的小心思怎么被你一猜就中呢？我是谁呀，小姐？你的小心思也太明显了吧？先是探班，接下来就约吃饭了。再看见你，让我想起许多美好的回忆。哼，回忆永远只是回忆。女生，你这不是自找吗？你看，自从我们在一起，有多少爱慕你的女孩啊？我曾经很自卑，也曾经气得牙痒痒。李叔的那次经验呢，真的是让我痛彻心扉。不过我想通了，像你这样的男人，就算是结婚了，身边情敌还会少吗？要逼这逼那的话，真的是什么工作都别做了。哎呀，所以我决定不必了。我还能说什么呢？珊珊，你可以啊，利用情敌来帮你赚钱。你是正面迎敌的狠劲儿，挺棒啊。我说有的时候这女人真比男人还阴险啊。方糖，其实我对珠宝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知道，你怕我一头栽进去就疏忽了我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我越是拼命工作，我越觉得我对事业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说好像没志气啊，但是在别人面前，我是真的说不出口。所以我觉得，我对于事业，对于成为一个女强人，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能够认清自己，又勇于承认，非常的值得表扬。你看眼下我也不能喊累，因为柳柳比我更累，而且喊累也没有用啊。这是我该做的工作，我要让我们薛家在你们冯家面前抬得起头来，这是尊严问题。但是这件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不想成为什么企业的高级主管，也不想成为什么人物，我只想成为冯太太，可以吗？嗯。好的，冯太太。这才是我的好珊珊吗？一家奇异店面开这2个专柜，日业绩就破60万了。那如果再开设2个专柜的话，收入也可以破100万了。可不好，年底我就可以还清这1000万了。啊 ，yes！
说实话，这些都要感谢风腾，是他给了柳柳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我想，我也不能让风腾等太久吧。我已经等不及看风腾看着我们还完的1000万的表情了。哎，你说这活动照片都抛上去了，怎么从昨天到现在粉丝才增加不到3万人？你可能搞错方向了。你们的消费群体不见得热衷微博。是吗？我看风月也老挂在微博上呀。哎，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我们的珠宝品牌加上一些小故事啊？要不然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也不能吸引到很多粉丝。怎么了？邱珊珊。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微博的昵称是怎么回事吗？打完老板好睡觉。完了，年代久远，我都不知道自己昵称是这么写的。哎呀，之前不知好歹吗？我马上改。来不及了！你要干嘛？我错了。好了，我们开始拍照了。好了没有？嗯。珊珊姐。这个珠宝公司明明就是你跟柳柳一起创办的，为什么你不想曝光？珠宝公司是柳柳的梦想。当初我们一起创业的时候，我对珠宝真的是一点都不懂，到现在也是，唯一能做的也只是算账。珠宝公司能有现在的成绩，都是柳柳一个人的功劳。好，珠宝在这里。我倒是觉得。2个小镇女孩到上海来创业，这个议题蛮迷人的。也对，是要有点故事，专访才会精彩。如果不提2个女孩的创业，那该怎么说呢？以负债开始创业，哈哈哈哈哈！我真是太聪明了，竟然想到这样的议题。真的是太振奋人心了！我想应该也会给那些到上海努力打拼的女孩子一些鼓励吧。虽然小小的出卖了你一下，不过我要感谢你，能够让我在报道中提到欠你1000万。所以把昵称也改成了 “boss 大人最伟大”。你怎么又偷看人家的微博？没有注销啊 ，QQ 也没有注销。那这次我改的昵称 “boss 大人”，满意不？啊？满不满意啊？非常满意。其实我很清楚，那个时候大家是怎么看我的，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傍大款的。即使我工作再努力，我的能力再强，即使当时那个男朋友的分公司一直都是靠我在撑着，我都从来没有抱怨过，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确是一个利用爱情的女人，也因此欠下了1000万。是啊，我觉得人在遇到那种情况的时候，都会有2种选择，要么是勇于承担，要么是推卸责任。当然，有很多人跟我说，这都是那个男人惹的祸，跟我没关系。我觉得我还是不能逃避。要不是因为我家里也不会因此负债。再说了，我要是不把债还清的话，我也对不起一直支持我、相信我的风腾先生。这也是很难得的。
在负债巨款的情况下，在1年之内开了10几家营业点，而且在北京开了分店，实在是了不起啊！其实，这都是业绩，在这背后，怎么说呢？就像你们看到的，只是我在独当一面。其实，在我内心当中，真正最坚强的是我的堂妹薛珊珊。虽然她看起来比较单纯，比较随和，但在我心里，一直有一点是我很欣赏的，就是无论她遇到什么情况，再艰难再糟糕，她都从来没有抱怨过。在我心里，她就像一颗无瑕的钻石，坚毅璀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她的光芒。薛珊珊好像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在那儿。别拍我！就像你们看到的，是我在独当一面。看这么投入，但在我的看老亲人啊。真正最坚强的是我的堂妹薛珊珊。哎，真搞不清楚啊！你看这个蒋玲红了这么久还红呢。你这个时候说这些，你特别没气氛呢。我不是想逗逗你吗？你看你这么伤感，这是好事儿啊！我没有伤感，我就是觉得，我一看到这个吧，就想起我当初也是靠着风月给我的资金一路闯过来的。我看到柳柳说这些吧，我就心里面我感同身受，哎，我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对你当然幸运嘛，碰到我你最幸运了。对，因为有你，还因为我怀孕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蒋玲，我比你帅多了。他们竟然把我剪进去了，太丢脸了！你就那么不喜欢上电视啊？说穿了，我只是管账的，以后公司是要完全交给柳柳的。重点是他们，你把我拍的那么胖，那么胖，我都没有收拾，好丢人啊！看起来好呆啊！我们家大风山终于有审美了。哎，对了，问你一件事。干嘛呀？你什么时候用我的副卡呀？我不刷，为什么不能是你亲自刷呢？你看，自从我们在一起之后，每次逛街买东西都是我跟风月一起，你从来都没陪我买过东西，我抗议！那好啊，明天去帮我买一件衬衫。刷你的卡。我们还清了，我们还清1000万！最后一笔100万已经汇入，1000万全数还清。又1年了，
好的好的，你跟那个柳柳也要多保重啊。哦，对了，珊珊，那个大伯母呢最近得了重感冒，大过年的你跟柳柳说说，让她回来团圆团圆，好吧？哎，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再见再见。刚刚珊珊来电话了。哦。今天是新历年的跨年。珊珊说，他们俩把那1000万全都还清了。1000万还清了啊？是吗？对，1000万还清了。不去跨年啊？不去了，今天有点累，想自己待会儿。柳柳，从今以后呢，你就开始步入一条属于自己的崭新的道路啦。你也是。但是呢，柳柳，如果在这条道路上遇到适合自己同行的同伴，千万不要急着拒绝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加油吧！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静静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这份爱太浓烈，否定你犹豫不决。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待在我身边，跟我一起进城。许下的承诺是永远，绝不会搁浅。当我凝望你双眼，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我不会再丢下你一个人难过。许下了诺言，这份爱没有期限，绝不会搁浅。让我亲吻你的脸，留下最美的瞬间。爱你，我愿守在你的。有些情侣，一年只有这一天过得像一对恋人。而我们这一天纪念你的父母，其余的每一天，我们都过得像情侣一样，好不好？守在你的身边，直到永远。让人厌烦的夏虫声，风车在懒洋洋转着。
寻常。辛苦了。天和心情都是有点辛苦，不过我做到了。希望你听着。我们家胖山就是厉害。风腾。你愿意娶我吗？太无时间的想你表情，薛珊珊，你竟然敢剥夺我的乐趣！我是刷你的卡买的，挑的我自己喜欢的款式。你想结婚，又想办婚礼，太累了，那还是交给风月来处理。我已经想好要怎么举办我们的婚礼了。护照办好了。你带我去旅行吧，环游世界好不好？打碎了完美的愿望，回了心上。我鼓起勇气唱出这诗句，我是一片云，偶然走进你过。珊珊，你愿意嫁给我吗？像枫叶的海上，我等这一天等了好久了。也许是偶然，找回孤芳的我光愿意。这都是偶然。曾经有人告诉我，灰姑娘不可能带着天下人的祝福进入城堡。虽然风腾是个王子，但我不是灰姑娘，我只是一个恰恰幸运遇上真爱的好姑娘。真爱是值得受祝福的。从此，王子跟薛姑娘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